先喝点茶，我去做早饭了。这面包有点干，我买的是那个全麦的。我们家白天基本上没啥人，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然后晚上回来会一起聊聊天啊，关于工作呀，或者是关于自己的生活呀，聊一些八卦啥的。其实，在外面能够找到一些就是你相信的朋友什么的，住在一起还是挺方便的。走吧，上班了。我是魏鑫，然后来自四川乐山，因为自己的感情出现了变故，然后我就来塞尔维亚旅游。我当时觉得塞尔维亚还可以，我挺喜欢它的生活方式，我就想留下来在这边打工，但我发现打工太没出路了，我就想那要不就在这边搞个事情做吧，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的创业。然后今天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一整天的生活。早上我一般开车的时候，我会找到这个世界杯主题曲，为我的生活增加一点动力。今天去采购的东西，然后还得去一趟70号拿机，然后还得去把 iPad 的菜单给做了，还要学习。中国人到哪儿还是会有一点点卷，就是会多做一些。塞尔维亚他们这边就是感觉是知足常乐，但是在国内好像明明到了周末都应该大家放松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会去卷一下，把自己的工作再完成一下，我觉得很不值，所以我挺喜欢这边的。这边就是做多少拿多少，然后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是分开了的，我玩就开开心心的玩，我工作就开开心心的工作，没有就是很卷，我一定要怎么样。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很清晰的，我设定了这个目标，我去完成就 OK 了，而不是说我去跟别人一起去比去卷。This is how much is it? 70. Yeah. 我们店现在所有的采购都是我自己来，包括大到设备，小到调料，垃圾袋都是我自己。现在我前期我得了解所有的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然后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会去采购，不管它便宜还是贵，我都会去那个地方采购一下，然后我才能够算出它的就是正常价格大概是多少。以后我去采买，我的价格范围大概是在多少区间我能接受的。因为这边虽然说中国超市很多，然后卖菜的地方也很多，但它的价格有一些还是偏差的比较高。我现在在采购主要是去做一个数据表格，我要拉出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市场上他们有的人卖菜都是从这个地方进的，市场上卖的葱100，然后这边卖的是20。这个批发的话它就会很便宜，因为我不太相信自己的估算能力，我更愿意去相信所有的东西数据化。所以不管是我去买菜，然后还是我的菜品各种各样，我都是喜欢去做表格看数据，我不太相信自己
估算能力。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以后你想要去做下一个点，还是说你想要做更多的点，还是数据更可靠、更真实，而不是说我跟另一个人说 OK， 你做我这个点，大概你能赚多少钱？我想要给到别人具体的数字，包括我自己。我今天来70号是我订了10只鸡，我来拿鸡，但我不确定这个老外有没有给我送过来，因为老外爱休假。我先把车停这儿吧。哎，我停车技术不是很好。我想着他要送来，我昨天还见他，我问他。Hello， 忘记母亲。我在哪儿拿呢？他等会儿送过来。OK， 好嘞。花椒粉吗？花椒粉的。称的还是一包的。哦，袋装的吗？生意好啊，这个开。现在还得撕柴吗？哦。这个是我的吗？那提下来。哦，那个5个哈。5个是吧？嗯。3000。我特别佩服在外面能够自己做事情，不管他是做什么，只要这个人出国了，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勇气、很勇敢的人，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因为在国外真的太难了。就是我在这边，因为我想做咖啡厅嘛，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然后我之前就一直在疯狂社交老外，我就想去了解他们喜欢什么，然后什么对他们比较感兴趣。因为咖啡厅做咖啡，其实在国外，特别是在塞尔维亚，我现在要做，那肯定是他们当地人比我更厉害，在咖啡这一块，咖啡厅这一块，我们擅长啥？我们擅长中餐，咖啡我们不擅长，所以我去接触老外，然后打入他们的圈子，我就想去找出我们可以在这个咖啡厅上搞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做一点差异化出来。所以之前我疯狂接触老外，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聊着我都要睡着了，因为我英语前段时间不是很好，我得疯狂的去，就是聊天的时候我也很有压力，因为我要去听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还要去说，所以我感觉跟他们聊天有点像在上口语课。所以那段时间我的英语口语也提升了，我的英语词汇量也提升了，然后也了解他们了，觉得还是很给自己点个赞。我发现这边的生活节奏和国内的生活节奏完全不一样。就你在国内，你去咖啡厅坐着喝咖啡，你就想快点几口就把它给喝完了，我要去忙其他了，就很难静下来去好好的去享受 OK 这杯咖啡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但是你在国外，就是你会去享受坐在这儿的时间，一杯咖啡可以喝1个小时。我刚来的时候我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一杯咖啡一杯啤酒你在酒吧得喝1个小时2个小时，一杯鸡尾酒你在酒吧去玩你可以喝到你走几个小时。我最开始不明白，但我发现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可能喝酒就是我喝的是数量，他们喝酒喝的是质量。他们会去享受和朋友之间一起聊天，和朋友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最近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来15、20，我们要的是数量嘛，就是大家也是开心，只是说我们可能还是有点快节奏被影响到了，但是他们就是生活就是生活，一起喝咖啡聊天，就是会好好的去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就我现在就习惯跟朋友一起在一起玩，我的手机就直接不看，然后开静音这样放着，大家就一起去享受彼此的这个给对方的时间，一起聊天什么的。我现在就习惯了，以前我是到哪个地方我看手机回一下信息，或者是去忙一下其他的，但现在就是喝咖啡就是喝咖啡，这样去享受生活，去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不是 OK 我跟朋友一起聊天处理工作，工作也没处理好，和朋友一起玩也玩不开心，得不偿失。所以我就要么就选择，那我就和好朋友好好的去享受这段时间，享受完了之后该工作抓紧时间工作。就还挺习惯他们这个的。
我觉得国内的卷是这样的，就是满分一直都是100分，最开始是60分及格，但是到现在好像就是得80分及格。然后但是大家的这个成绩都是在100分，都是已经100分，所以大家卷是卷什么？是卷100分以上，但是满分就是100分，100分以上是卷什么？就是去卷一些自己的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但是卷不出太多的效率。这种卷就是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然后把自己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卷得没有意义，卷的更多的是复杂的程序。我把更多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这种是病态的卷，会浪费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成本的。这种卷我不太能接受，我能接受正常的大家一起去，不管是同行还是说和其他人一起，大家是相互的去对比，然后去提升自己，你有所明显的提升，而不是说我卷过去卷过来，我只是看似你很忙，其实没有任何结果。所以什么东西能够长久，就是不断的变化是最长久的。变化就是最长久的，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这个东西它一直 OK， 所以你只能做最快发现这个的人，你可能才赚到钱在国内。但是在国外，你就是脚踏实地的去把产品做好，再加一点点创新，因为产品是基础，他们追求的是质量，所以我还挺喜欢国外的。很迷茫的时候是我刚毕业第1年进入公司，因为从学生转到工作的这种身份的一种转变，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所以我那会儿很迷茫。我在想，人生到底是啥意义啊？读了书就打工当牛马，那会儿身边的负能量也挺多的，加上工作有一些自己不会，因为我是学画画的，我进入公司上班。我就觉得这个身份和我的专业转变都有点大，我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啥？是当牛马吗？然后我特别迷茫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一直都是去喜欢健身，我健身也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就是我健身我有氧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也解决不了，就心里那股气还是消化不了。我想怎么办？我就去搜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可以看什么书，因为我一直觉得看书能让我静下来，然后能让我去多想一点。就既然生活和身边的人给不了我答案，那我就去从书里找答案。我就去看，他们说人生迷茫的时候可以看悉达多。好，我就去看那个悉达多。悉达多1天就看完了，因为我很想快一点找到我人生的目标是啥。我找了1天，我就看那个悉达多，应该是看了3个小时。悉达多这一本书，他就讲的是悉达多这个人，他去找自己的这个路程，他也是一个很迷茫的人。然后他最开始是婆罗门，我有点记不清了。他最开始是一个婆罗门，然后他又去体验了其他教派，又去体验了其他教派，一直在不断的去体验。你说他是不专一吗？其实不是，是他去体验了之后，他想找到自己内心所认可、自己所适合的这个教派，他才会停止。所以他不断的去从婆罗门换到其他教派，再换，就是待一段时间再换。一路上他有一个兄弟跟他一起，他们到了一个什么教派，他那个兄弟留下来了。但是他走了，他兄弟就问他为什么，但是他说我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所以他又继续前行。然后我就想，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他修行，他还去学习，还去做这么多事情，那他都会不断的去更换自己的信仰，更换，然后最后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我也是一样的，而且我经历的还不够多，那我有这种迷茫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迷茫是正常的，但是你要从迷茫的这种困境中去找到你迷茫的点是什么，就是你不适应的东西是什么，那你要不要去换，或者是你如果要在这个地方，那你怎么样才会更好一些。所以我通过这本书
让我内心找到了一点点平静，然后在这个公司继续待下去，立好自己的目标。我要继续待，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适应，我就在这个公司继续做下来，然后去好好的去做。然后我给自己定的是1年的目标，干完1年就走了。不满意，因为人只有在不满意中才能前进，所以不满意一直都是不满意的。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就拿这个咖啡厅，我也有很多事情该做的还没做完，我的菜品还没有确定，我的菜单还没有设计出来，我的餐厅名字，然后以及门外的广告牌都还没有做完，还有好多事情。所以不满意，因为我还没有做起来，我现在在0到1的过程。这是2点多回去收拾完还在剪视频，收拾完还在剪视频。因为当你去做一件事情0到1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这种状态，你需要0到1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触达到这个点，就是你去完成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得到的反馈，你要去修复它。就如果说这个反馈不好，你要去想为什么，我应该怎么改进。如果我0到1的时候就是这边的这个状态，那我起不来了，我没办法把它做到1到100了。1到100可以是他们的状态，但是你要去一直是维护到这个状态，甚至你还是会要花一点心思去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就可能没有0到1这么累，但0到1的时候，你必须要亲力亲为去做好所有的事情，不断的去触达，然后反馈，触达，反馈，修正，反馈，修正，不断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0到1真的没办法，但我很享受。虽然工作虐我千百次，但我待工作如初恋。现在去我那个老店多瑙河火锅一品火锅去。我有个同学，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毛泽东选集，他说你不知道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你看看毛选。我说那个东西本来也不爱看政治，我说你让我看，我也看不进去呀。但是当我真正的去遇到一些问题，我说要不就看看吧。其实我也没看太多，因为那个东西确实需要你很静下心来去看，你有这个想法要主动的去看，你才能吸收到，不然你被动的去看，只能是 OK 你看了这个，但是你收获了什么不知道。所以当我主动的去看的时候，他的第一篇是写的是去分析，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那一篇，他去分析就说资本就是哪一些是敌人哪一些是朋友，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他把自己摘出来了，去分析哪些人当下是敌人，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可能是哪些帮派可能是往两边倒的，怎么样去运用他们，我们现在应该做好哪一些步骤，能够去让整个局势更好。我当时就觉得牛，真牛！为什么那个年代他能够这样去想，他能够去把自己摘出来，就是不是以一个人物的角色去摘出来，而是以每个派他去把自己放在其中，然后把自己摘出来去分析局势，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他的高度直接从个人上升到了集体。我觉得牛，太牛了！教员还是教员，就人是多样性的，是复杂的，你要去接受。还有就是他说的矛盾论里面也说到一个点，你要去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你要去解决的问题是哪些，那肯定是先去解决主要矛盾，然后再去解决次要矛盾，不要没有搞清楚乱去解决，会得不偿失。觉得有东西的，就是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东西，以及为什么要去看历史，都是人家之前踩过的坑，总结的经验，你去看，其实都是以史为鉴嘛，照镜子。那儿就是火锅店，我塞尔维亚梦开始的地方。
一品火锅，但现在因为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人，被骗了，然后呢，这个店就已经停了快2个月了，还是挺难受的。然后现在看到它，以前是看到它就可以带你进去吃火锅，然后跟大家说里面有什么菜，跟大家推荐啥啥啥的。但现在看到这个店里面就我们的东西都还在，但它已经关了。现在被另一个合伙人搞了，他现在在合起其他人，把那个地方给霸占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弄好的，自己设计的，然后包括里面以前都是很亮的，大家走到这儿来都会看里面，包括门口的一个月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用了心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变成了这种情况，当别人还问我，因为我自己也发抖音嘛，哎，小微星你那个店怎么不开了呀，怎么样，我都很难以启齿，我觉得很难受。现在关了嘛，以前很亮的，我们是这边所有望上去最亮的，上面是有灯的，但是现在就感觉暗了。骗我的这个人是个中国人，所以为什么我之前跟你说，我说别人跟我说你出门到国外去就不要相信说普通话的人，其实我指的是一部分人，也是通过我这次被骗的这种经历去总结出来的。所以之前我有一点反驳，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有点分不清了。就是这一次的经历嘛，你看我都能跟你指出那一桌是干嘛的，那一桌哪一桌客人做的最多，我都能跟你说出来。现在我们店，我现在在这儿看着，我了如指掌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就像一个孩子，虽然我没生过孩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店就像我的一个孩子，把它弄成这样。然后现在不是因为生意不好，不是因为我们生意不好它没了，而是因为别人去搞，别人想抢走这一切，不花1分钱抢走这一切，然后最后还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开灯了，还是有点亮，你可以看一下那边。唉，这个店我们试营业的时候是23年10月15试营业，然后到今年是25年，到24年11月份，10月多一点点，接近11月的时候关了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吴某他通过背后的人，就是他没出面，但是他通过其他人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只要你能够承担你做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你能承担，那你就去做。我上高中那会儿就开始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可能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比较清楚，就是家里让我有这种想法，对自己想要什么很清楚，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应该去做什么比较清楚。其实从初中那会儿，有点讨厌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而是让我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承担后果，承担结果。那会儿会讨厌，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让我自己去做，自己去选择。到后来就到现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有承担结果的勇气，以及我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去设想我做这个事情它最坏能达到什么结果，我要不要去做，会多思考一些。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样去养我的话，可能我就会比较单纯，就是可能想的不是很全面了吧。
就要说开火锅店是赚钱，开咖啡厅就是情怀。当你突然静下来，在这个大家都很匆忙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在忙的时候，你静下来，你心里会有一点孤单。然后我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的朋友，就是他们过来旅游，还是说他们在这边生活的人，他们有给我那种感受，不知道去哪儿，下班没有什么可玩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像国内一定要去某个地方，就是朋友也很难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想，那我要不要去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场所，让大家有时间，或者是没地方可去，或者是我想要放松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安全屋。然后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去给大家组织一些朋友，大家一起玩，有这么一个安全屋。到这儿，塞尔维亚你的家，给大家一种朋友家的感觉，就是要么你现在没有，就稳定的在你做事业的这个时候，你就稳定的没有；要么你现在有，你就不要去乱搞，你就稳定的维持这段关系下去，这就叫稳定的感情。所以我选择稳定的没有嘛，感情生活就要稳定，稳定的有感情生活和稳定的没有感情生活，我就选择稳定的没有感情生活。因为我现在本来就很忙，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就不想去花更多的时间就是在情感上。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就像你要进一个公司是一样的。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会通过学历去 pass 掉一个人？他就是在用最快速且高效的方式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不差的人。那其实门当户对也是一样的嘛。就像我做事情，我更看重的是数据，我不相信自己的情感。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同理心会稍微弱一点点，就可能跟别人聊天啥的会稍微弱一点点，是因为就我家里男孩子比较多，我哥哥爸爸，我从小一起生活的男孩子比较多嘛，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我爸爸管我。你知道的，男生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表达，没有太多的这种情感，所以我在这种环境生长下来，我也没有太多就是像其他女孩子这么细腻去感受到朋友他的感受，他的情感啥的。所以可能够跟我处下来的朋友，都是能够理解我这种性格，我这种生长环境。就是怎么说，是这种生长环境让我自己的目标更坚定，就是知道 OK 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列目标，没有情绪。所以就有好也有坏。好的地方是我可以不受其他情绪干扰去完成这个目标，不好的是我会失去一些想和我好的朋友，因为我去解决问题了，我去做这个事情了，我就会直接去想先解决事情，再去解决情绪，所以就忽略了重要的人他们的情绪问题，这一点是不好的。就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跟我说，哎，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他跟我吐槽他的同事怎么样，就是做的不够好的呀，怎么样，然后他很难受，很伤心。正常的女孩子都会先安慰他的情绪，跟他一起吐槽他这个同事，哎，怎么样，和他一起吐槽。但是我说，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引起的？你现在想要怎么样做？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我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说我们去解决，我都是解决问题。然后人就不回我信息了。后来他自己调整好了，跟我说，我觉得你差点意思。我说怎么了？我跟你吐槽我的同事，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当然是跟我一起吐槽了。你为什么要先跟我去讲？我不懂吗？我不明白吗？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吗？我只是想要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站在我这一边认可我。我说啊，我说好，我说我下次一定注意。就是别人跟我说了这个点，我就会去适当的去想，我就会下意识的去想了。后来我就遇到这样子类似的事情，我就先吐槽，
不管我朋友对的还是错的，先站我朋友一边，把他情绪安抚好，就他的问题，好，安抚好了之后再跟他说解决方法，就是慢慢的转变，就是家庭生长环境让我缺少一点情感。我人生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家里面的人，然后我爸爸对我比较严格，加上他说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就是目标结果，所以就让我养成了这种性格。然后以至于到大学，我的老师他又让我自己去展现自己的这种性格，就是把自己的性格发挥到最大用处。当时在大学做的那些兼职，在大学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让我成长了。然后又让我成长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现在的合伙人姐姐，她让我成长的就是第一个是做生意，第二个是人情世故。所以我从这1年多来成长的其实真的是超级快，多亏了我那个合伙人姐姐。然后我有一个软件，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写下我第2天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用了从18年用到现在的软件，就这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最放松的时候是我每天晚上复盘结束后，把第2天工作安排好之后，戴上眼罩的那一刹那，就开始非常的放松，就开始睡觉了。我睡觉的时候脑子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会想，因为所有的我都已经写下来了，所以我就不用去想任何糟心事，任何开心的事、快乐的事，他们跟我睡觉无关。中西方文化差异真的太大了。比如说，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在塞尔维亚对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也很认可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我在这边的最好的朋友，那我们以后要怎么样？我说以后带你去中国，我说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但是他把我打住了，他说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不要去想以后要怎么样，他说我们就想好现在就好了。就是一般可能大家听到这个会觉得他是不想跟你有，就是不是把你当朋友的，就是他都在拒绝你了。但其实他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未来更多的是变而不是不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所以人家跟你说这个事情就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们当下好就 OK 了，因为以后都会变的。所以这个中西方差异很大，就是你是我的朋友，我要给你就是以后要怎么样，会畅想一下未来，但是他们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男女朋友，都是当下就好了。我没有这种享受当下的这种思想，就是我会享受当下，但是我也会去计划未来，不会只是享受当下。但是他们的这种状态是我想要的，这种松弛感是我想要的状态，就是活在当下嘛。但是中国人应该80%都是一边享受当下，一边计划未来，所以我也是后者，所以我没有融入，但是跟他们一起很快乐、很开心，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直接的去表达爱，因为可能在中国有一部分家庭，就大部分的都是情感上很直接的去表达爱很少，但是从我到这边来，我觉得应该要直接的去表达爱。人生不过3万天，你喜欢他，你认可他，你就要直接说，你说出来这个东西也会让别人觉得我是做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是对的，也会给别人自信心。那你去夸奖又不需要就是消耗你什么东西，你只是一个简单的赞美，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就会得到你的赞美，可能会变得更好。就这种是顺手的赠人玫瑰，你自己开心了，别人也开心，你也表达了你的爱。什么样是辛苦，什么样是不辛苦，没有一个标准，但我目前觉得我的日子挺充实的，就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他有反馈，你就会觉得不辛苦，很充实。当他没有反馈，当你沉迷于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没有什么追求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辛苦，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辛苦。当他有反馈的时候，哪怕你身体上再辛苦，你也会觉得很开心。我想说，当你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能够有承担这个结果的勇气，那你就去做。人生不过3万天，去做你想做的事情。